多肉植物是近几年越来越流行的盆栽新宠，肉友的队伍越来越壮大，大家家里的多肉品种也越来越多。大部分多肉植物都比较好养，但是也有不少品种相对难养，温度稍微高一点或环境稍微差一点就喜欢化水黑腐，还有的在休眠中就挂掉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今天咱们认识几种比较难养的肉，新手肉友先尽量暂时避开，等有了足够的经验再养。1. 婴儿手指，温度一高成光感。婴儿手指的叶片短短的圆圆的非常饱满，紧密的排列外茎干上，就像婴儿肥嘟嘟的手指头，是前几年就流行起来的多肉品种。婴儿手指在光照充足大温差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出状态，出状态后叶色偏粉紫色，圆滚滚的非常可爱。不过婴儿手指比较难度下，温度一高就容易化水黑腐，掉叶变光感，从根部开始软掉。夏天养护一定要注意遮阴、通风以及降温，如果发现根部已经坏掉的话，需要赶紧砍头，但是它的生根速度比较慢，砍头之后就是无尽的等待生根。新手朋友们在给婴儿手指上盆后，不要心急，总是拔出来看，否则容易伤根导致浮盆失败。2. 茎叶，夏天最容易黑腐。茎叶是花花非常喜欢的一种多肉植物，因为茎叶长得比较小，但是我很容易爆芽。出状态的时候，叶子尖部分还会变成红色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但是这种多肉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容易黑腐。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养茎叶，一定要减少浇水量，浇水量要是多了，很容易导致茎叶烂根。咱们夏天养护茎叶的时候，最好是将茎叶养在室外环境里面，这样光照充足，通风条件也很好，浇水的时候也不能浇到叶心里面，浇多了容易烂叶烂根。茎叶真的特别容易群生，其实只要是保证好养护，扛过夏天，到了秋天的时候，不光出状态好，分分钟群生出一大盆给你看。3. 山地玫瑰，容易在休眠中归西。山地玫瑰在生长期的时候，叶片张开，犹如一朵朵绿色的莲花，而到了夏天的休眠期，它的叶片会紧紧地包裹起来，犹如一个个绿色的玫瑰花苞，被肉友们称之为永不凋谢的玫瑰花，可谓既漂亮又浪漫，观赏价值特别高。山地玫瑰的休眠期是最美的时期，也是最危险的时期。进入休眠期，它最外层的叶片会干枯，这时候千万不要把枯叶摘掉，也不要浇太多水，更不要把水浇到叶片上，否则很容易黑腐而死。但是也不能完全断水，完全断水的话，它的茎干很容易干枯，但是还看不出来，只能让它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归西。所以一定要掌握好浇水，保持盆土有微微潮气是最好的。4. 罗密欧，夏天喜欢烂心。罗密欧是冬云系多肉植物中的经典品种，它有着尖尖的叶片，叶片的最尖端为红色，呈连座状排列，平常的叶片颜色是有些发白的淡绿色，光照充足且大温差的环境下会出状态变为血红色，一如莎士比亚剧中的罗密欧，帅气又浪漫。但是也正如莎士比亚的悲剧一般，罗密欧可以说是冬云系多肉中最难度下的品种，它的死法是烂心，一烂基本就直接没救。养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盆土中添加大比例颗粒，以使盆土疏松透气，同时通风控水。建议新手先不要养，等有足够经验时再碰不迟。5. 小红衣，度夏黑腐另一巨头。小红衣有新版和老版之分，生长速度较慢，易群生。新版小红衣出状态后，叶色更加容易泛红，且会紧紧包裹，变成圆圆的小包子，看起来非常可爱。但是小红衣却也是位列大名鼎鼎的黑腐三巨头之内，一般刚入夏就受不了了，要黑腐西去。养护小红衣，建议用透气的陶盆，同时用大比例的颗粒土，控水降温，夏季遮阴，不建议新手入手。以上就是5种比较难养的多肉植物，新手不敢碰，老手很小心，特别是夏天，如果有上面这些品种的话，建议遮阴、通风、控水，并且常备多菌灵和护花神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希望能对新手朋友提供一点参考和帮助。当然，不好养的多肉品种有很多，想知道你的多肉好不好养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由于水平有限，文中难免会出现错误疏漏之处，还请大家在评论区批评指正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
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